美國聯儲局大幅減息半厘，而本港嘅銀行只係減0.25厘，背後係啲咩意思呢？減息對本港嘅股市樓市有啲咩影響？樓市會唔會見底反彈呢？不料點睇？唔想再做韭菜，永遠俾人收割。今集不料將會絕密公開我嘅投資思考方法，大家睇完之後都可以變成專家。大家好，歡迎收睇 AITV， 我係不料。2年幾前40歲才智早退，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今集嘅主題係減息嘅影響，不料教大家點樣做分析。近來美國減息，有網友問不料點樣睇樓市，未來嘅經濟會點樣走，對金市、股市、樓市、匯市有啲乜嘢影響，投資啲乜嘢好呢？減息嘅表面意義同埋背後深層嘅意義又係啲乜嘢？好多嘅問題等住不料回答。將魚送俾你，不如教識你點樣去釣魚，教識你點樣去分析問題。大家今集將會學到銀行利率、按揭同埋借貸等嘅基本知識，不料仲會公開其中一套自己用咗10幾年非常有用嘅投資思考模型，深入分析減息內在原因同埋佢對未來本港樓市、股市影響嘅見解，希望教識大家釣魚，學識遇到任何情況都能夠自己分析。不料會用上一個加息週期對美國同埋香港嘅情況作展述教學，再同大家一齊分析今次減息嘅影響，含金量極高。想知道係啲乜嘢？咁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而家開始啊！免責聲明：本片只係學術分享，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不料亦都唔保證我所講嘅分析或者內容絕對正確，只係分享我個人投資思考嘅方法俾大家參考。本集將會分為以下4個部分： 1. 聯儲局同埋本港減息嘅意義； 2. 金錢流動模型、水箱理論； 3. 加息減息週期嘅背後； 4. 減息對樓市、股市、金市等嘅影響。第一部分，聯儲局同埋本港減息嘅意義。我哋先嚟睇下關於減息嘅相關新聞。聯儲局喺今日2024年9月19日凌晨宣布減息半厘，係自2020年3月以嚟嘅首次。點陣圖更加預期當局會喺今年年底之前再減息半厘。因應美國聯儲局減息，響聯繫匯率制度下，金管局今日亦都將貼現窗基本利率下調50基點，降至5.25厘，即時生效，自2020年以嚟嘅首次下調。另外有報道指，目前預料當局喺2024年底將進一步減息75點子，聯邦基金利率料降至4.25厘，政策利率或者喺2025年年底之前降至3厘。本地嘅銀行亦都跟隨美國減息嘅步伐，降低現行最優惠利率，即係 P 嘅水平。匯豐銀行下調港元最優惠利率25點子，由年利率5.875厘調低至5.625厘。中銀同埋匯豐都一樣，亦都宣布降低最優惠利率0.25厘至5.625厘。渣打香港宣布港元最優惠貸款利率將下調0.25厘，由年息6.125厘調低至年息5.875厘。咁減息對供樓嘅人士有啲咩實際嘅影響呢？現時市場普遍 P 按同埋 H 按封頂嘅利率係 P 減1.75厘。香港嘅銀行下調最優惠利率0.25厘之後，實際按息將會下調至3.875厘。假設貸款額500萬，年期30年，每個月嘅供款減少720蚊至23,512蚊，入息要求將會減少1440蚊至47,024蚊。以下不料將會分享5個未必人人都知道嘅基礎理財知識點。理財知識點1：何謂減息？一個國家嘅中央銀行降低國內嘅基準利率嘅動作，代表銀行同埋金融機構能夠提供低貸款利率，向企業或者個人借貸，令到佢哋可以用更低嘅借貸成本獲得資金。一般嚟講，融資成本減低，對做生意嘅人同埋未來經濟都係利好因素。理財知識點2： P 係啲乜嘢？不料諗好多冇買樓嘅人同我都一樣，都未必完全明白啱啱所講新聞嘅內容。貼現窗基本利率係啲乜嘢？金管局嘅貼現窗基本利率，簡單嚟講，就係當香港嘅銀行唔夠流動資金嘅時候，向金管局借臨時資金嘅利率。咁成日講嘅 P 係啲乜嘢呢？所謂 P 按當中嘅 P 就係 Prime Rate 嘅意思，中文嘅解釋係最優惠利率。傳統上，最優惠利率就係銀行提供俾優質客戶嘅利率。無論借取私人貸款或者按揭貸款嘅時候，利率都係用最優惠利率加減某一個固定嘅點子嚟計算嘅。所以大家成日聽到 P 減1厘、P 減2厘、P 加1厘、P 加2厘等等。簡單重複一次，貼現窗利率
係金管局借錢俾香港嘅銀行嘅利率，而 P 係香港嘅銀行借錢俾佢哋最優質嘅客戶嘅利率。所以香港金管局減息難以被視作香港減息，除非銀行陸續調低最優惠利率，即係大家俗稱嘅 P。而最優惠利率係咪下調，又會視乎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H， 即係 HIBOR、銀行嘅其他資金成本、市場資金流同埋銀行自身嘅業務策略等等。理財知識點3，點解會有唔同嘅 P？ 對你有啲咩實際嘅意義？大家可能會發現銀行之間嘅 P 未必一樣。中銀同埋匯豐係 5.625 厘，渣打嘅係 5.875 厘，咁係咪即係等於渣打嘅利率一定會比中銀同埋匯豐比客戶嘅利率高呢？其實咁又唔一定。例如假設渣打銀行批出俾某一個客戶嘅按揭利率係 P 減2厘，即係 5.875 厘減2厘等於 3.875 厘，而匯豐批出嚟俾呢一個客戶係 P 減 1.75 厘，即係 5.625 厘減 1.75 厘等於 3.875 厘。對於呢個客戶嚟講，渣打銀行同埋匯豐銀行俾佢嘅利率一樣都係 3.875 厘，實際上係冇分別嘅。另外，坊間有所謂嘅大 P 同埋細 P， 其實就係唔同銀行唔同嘅 P， 可以參考呢一個表。一般恒生、匯豐同埋中銀嘅 P 比較低，俗稱細 P；其他銀行嘅 P 比較高，俗稱大 P。一般中小型銀行嘅 P 會比大銀行嘅 P 高一啲。其實只係稱呼叫法，冇太大實際嘅影響，所以對你嚟講，最重要係要睇嗰一間銀行嘅 P 係幾多，再加上後面加減嘅固定點字一齊睇先至有意思。理財知識點4，今次本港嘅銀行冇跟足減 0.5 厘，背後意味住啲乜嘢？今次匯豐、中銀、渣打等銀行借減 0.25 厘，而冇跟足美國減 0.5 厘，背後意味住啲乜嘢呢？大家諗一下，美國減息，利息低咗，自然會有一部分嘅資金流出美國。如果香港嘅銀行亦都跟住減 0.5 厘，亦都會有一部分嘅資金流出銀行體系。所以銀行只係減 0.25 厘，背後其實意味住香港銀行體系嘅資金比較緊，需要以較高嘅利息留住客戶嘅資金，希望資金唔好流走。美國減 0.5 厘，香港減 0.25 厘，唔計其他嘅因素，單睇利率，相對之下，香港比美國嘅吸引力提高咗。記住，唔係絕對嘅吸引，唔係扭轉，指香港領先咗，而係香港仍然落後緊一大截，只係同美國嘅差距收窄咗少少。即係有部分嘅投資者有機會將一小部分嘅資金由美國嘅資產調翻嚟香港嘅資產。關於資金流，不料會響第二部分再作更詳細嘅解釋。理財知識點5，加息週期前嘅 P 同埋現時嘅存款利率。咁樣響加息週期之前，本港嘅最優惠利率 P 係幾多呢？匯豐對上一次降低最優惠利率係2019年10月，當時減息 0.125 厘，最優惠利率降至5厘，往後加至2023年7月最高嘅 5.875 厘，大家可以參考呢一個表。至於匯豐同時宣布，港元儲蓄存款利率降 0.25 厘，5000蚊或者以上存款利率係 0.625 厘，5000蚊以下嘅存款利率係0。如果睇定期存款，不料發現最近3個月嘅定期存款利率，由9月初嘅 3.6 到 3.8 厘，已經跌至減息之後現時嘅 3.3 厘到 3.7 厘。第二部分，金錢流動模型、水箱理論。大家喺第一部分了解咗一啲基本嘅概念之後，呢一部分不料想分享其中一個我用咗10幾年嘅投資思考模型——金錢流動模型。不料想教識大家自己釣魚，希望大家學識之後，對經濟同埋市場自己有基本思考判斷能力。呢一個模型嘅諗法係不料好多年前睇一本內地書，叫《時寒冰雪：經濟大棋局，我們怎麼辦》，再自己參詳出嚟嘅。呢一本書2011年出版，書入面嘅第一章分析到貨幣超發同樓價仲有股市嘅關係，不料喺度節錄一部分分享俾大家。如果唔明白貨幣嘅超發同埋吸納問題，就唔可能真正搞清楚中國嘅樓市同埋股市嘅趨勢。可以講，兩者嘅大趨勢都同貨幣緊密聯繫埋一齊。如果貨幣係水，咁樣海綿就好比貨幣嘅歸屬地，超發貨幣必須有合適嘅歸屬地吸納佢，以尋求某種嘅平衡，否則就可能喺某啲方面泛濫成災。最直觀嘅一個現象係，當海綿冇辦法吸納多餘嘅水流嘅時候，就會流出嚟，貨幣亦都會進入貶值嘅軌道。呢一點唔會因為地域或者國家嘅唔同而有太大嘅區別。洶湧嘅貨幣尋找海綿，由1997年以嚟，全球基礎貨幣嘅增長速度
遠遠超過全球嘅生產增長速度。2002年之後，全球貨幣增長持續上漲，持續高於10%，甚至達到接近25%。但係世界 GDP 嘅增長率一直響2% 到5% 之間，兩者之間嘅差距越嚟越大。巨額嘅貨幣資金必然會響全世界各個角落獲取利潤對象，從已經破滅嘅美國新經濟泡沫、網絡泡沫、股市泡沫到房地產泡沫，從投機世界石油到投機世界嘅黃金、貴金屬，甚至森林資源，全世界過剩嘅資金每一刻不停響世界各地尋找機會，導致各個被投機嘅商品出現咗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嘅價格走勢怪現象。全世界凡係貨幣超發嘅國家都搏命為貨幣揾出路，只有吸納咗呢啲嘅貨幣，先至能夠避免通脹之火熊熊燃燒，點燃起民眾難以壓制嘅憤怒。美國對強勢美元地位嘅確立、貨幣化、證券化、債券化道路，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場嘅擴張，為美元揾到充足嘅海綿，否則美國多年低通脹嘅狀況早就俾惡性通脹所取代。貨幣超發之後就係點樣吸納嘅問題。呢一種思路貫穿咗貨幣趨勢嘅完整過程，就係響石油美元體系下油價交易對美元嘅吸納問題。當然，等貨幣超發到一定嘅程度，市場冇辦法吸納嘅時候，就會引爆危機，令到大量嘅貨幣響危機入面伴隨住財富嘅縮水而蒸發。如果知道呢一點，就唔難理解次按危機嘅爆發，亦都唔難理解2005年到2007年10月嘅中國股市大漲，同埋之後由6100幾點跌到1600幾點嘅走勢嘅根源。理解咗呢一個秘密，好多嘢就都明白晒啦。房地產同埋股市就係中國兩大海綿，大量投放嘅貨幣響中國主要係通過房地產同埋股市兩大領域吸納。呢兩大領域吸納嘅能力一旦受到限制，就必然促使貨幣流向農產品等領域。向貨幣超發嘅今日，一般亦都好難再同步進行，政府必須小心為貨幣流向尋找出口。引文完畢。老實講，不料亦都唔記得咗呢本書其他章節嘅內容，但係到今日仍然記得房地產同埋股市係中國兩大海綿嘅呢一句說話，好精彩而且深入淺出嘅比喻。不料深受時航兵嘅啟發，將海綿變成咗一啲水箱，就係我第32集所講嘅水箱理論，用嚟解釋未來經濟、財務自由、股價漲跌走向等多個領域嘅模型係啲咩嚟呢？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提出著名嘅公式：貨幣加心理因素等於趨勢。貨幣係指市場上嘅資金，金錢流動模型主要係考慮資金嘅未來流向，用嚟推演某一個單一事件，特別係宏觀事件點樣影響市場入面中長期嘅資金流向，從而估計點樣影響某一個投資產品嘅價格。但係用之前要注意，呢一個模型只係粗鬆，唔係好嚴謹嘅模型，唔可以令你料事如神。目的係幫助自己分析思考同埋判斷，等自己對所有事情都有睇法，有基本嘅大方向，唔使所有事都問財經專家。另外，影響市場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並唔係單一嘅因素，疊加考慮唔同事情嘅資金流向，會令到推演更加全面。不料冇動畫師團隊幫我做形象化嘅動畫，大家要自己加啲想象力，或者睇多幾次消化呢一集嘅內容。簡單而言，如果貨幣係水，可以想象美國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印錢，等於源源不斷嘅出水口。而全世界有好多水嘅載體，我叫佢哋做水桶。例如唔同地方嘅房地產、股市，或者細分到唔同嘅公司、黃金或者其他大宗商品、各國嘅國債，以至新興嘅加密貨幣等等，甚至銀行嘅存款或者細至個人嘅儲蓄，都可以將佢哋想象成為水桶。有啲大嘅，有啲細嘅。呢個模型有以下3個特性：一、隨住時間嘅推移，水越嚟越多，水本身嘅價值就會越嚟越低，即係貶值。二、越多水流入嘅水桶，嗰一項資產嘅價格就會上升得越快。相反，水桶流出嘅水越多，價格就會下跌。三、水太多嘅水桶入面嘅水有機會會流到去第啲嘅水桶，或者水桶會破裂，資產嘅價格就會大幅下降，即係資產泡沫爆破。咁點樣用呢一個模型呢？一、當被問到某一件事點樣影響某一項資產走勢嘅時候，不料就會問自己，唔同嘅人或者地方嘅水桶嘅水會唔會流向呢一項資產呢？例如有人問我，不料你認為減息點樣影響樓市，會唔會止跌回升呢？我就會問自己，
唔同市場水桶嘅水會唔會因為減息而流向香港樓市呢一個水桶呢？參與者包括自住嘅人、投資者、已經移咗民嘅人、地產商等等。水桶嘅水想流入樓市水桶嘅水多啲啊，定係流出嘅多啲呢？第二，當被問及未來有邊一啲資產更加值得投資嘅時候，不料就會問自己邊一項資產嘅水桶未來會吸引最多嘅水流呢？由兩個方向去諗。A. 回報，揾出未來可能從四面八方有水流入嘅水桶。B. 風險，避免一啲可能即將破裂嘅水桶，即係價格遠高於價值、估值過高嘅資產。世界唔同地方或者資產嘅水桶有幾大？接住落嚟不料將會俾大家一啲概念，未必係最準確，因為數據係嚟自唔同時間嘅，大概有一個概念就可以啦。一、全世界總共有幾多錢？根據瑞銀2024年全球財富報告，截至2023年底，全球財富總額估計係487.9萬億美元，但係全球47.5% 嘅財富就只係由世界人口1.5% 嘅人把持住。我哋再睇下美國、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嘅股市、樓市同埋債市嘅水桶規模。二、美國股市現時嘅市值係57萬億美元。2023年，美國房地產嘅市值大約35萬億美元。美國國債亦都係35萬億美元，當中70%係外債。三、中國股市現時嘅市值係8萬億美元，大約係美國嘅1/7。2023年，中國房地產嘅市值大約400萬億人民幣，大約57萬億美元。2023年，中國政府嘅法定債務有70.77萬億人民幣，大約10萬億美元。四、香港最大嘅水桶係啲乜嘢？同中國一樣，亦都係股市同埋房地產。2024年8月底，香港股市嘅市值係31.8萬億港元，大約4.07萬億美元。根據中原樓市大數據顯示，目前全港私樓嘅總市值已經下跌至9.2萬億港元，大約1.17萬億美元，比起美國啟動加息之前下跌咗接近2成。本港私樓嘅總市值蒸發咗超過2.2萬億港元，即係平均每個業主身家輸咗179萬。而上集提過，香港政府共有4400億元嘅債項，大約0.056萬億美元。將以上嘅數據放埋一齊，不料用 Excel 做一個圖表，係咁樣嘅，大家可以大概感受一下唔同水桶嘅規模。咁黃金呢？黃金嘅市值大約17到18萬億美元，係美國國債嘅1半左右。加密貨幣呢？係2.3萬億美元，即係香港私樓總市值嘅大約2倍。接住嚟緊2部分將會講點樣運用呢一個簡單嘅模型。做呢一集真係唔容易啊！希望你能夠訂閱、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第3部分，加息減息週期嘅背後。1. 點解美聯儲會減息？一般嘅新聞講，美聯儲開始減息嘅原因有2個。第一個係通貨膨脹已經翻去美聯儲2% 嘅目標。第二個原因係失業率大幅攀升，預示未來嘅實體經濟可能會衰退。睇一睇實質嘅數字，8月份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降至 2.5%， 低於預期嘅 2.6%， 失業率由 4.3% 降至 4.2%， 符合市場預期。如果以時寒冰嘅方法去分析，假如美國維持高息，資金不斷流入美國股市嘅水桶，股市因為資金太多而大漲，但係實體經濟偏偏啱啱相反步入衰退，產生資產泡沫，難保唔會爆破。所以減息係為咗預防泡沫爆破，為貨幣流向揾出口。2. 加息同埋減息背後嘅邏輯。不料呢一部分將會套用第2部分嘅金錢流動模型，帶大家一齊了解下美國上一個加息週期背後嘅邏輯。重點係學習思考嘅過程，明白咗之後，未來大家自己就可以套用到任何其他嘅情況，考慮資金嘅流動，預判經濟嘅狀況，同埋做啲咩投資更加有利。翻到去2020年疫情嘅時候，美國政府通過超過3萬億美元嘅援助方案，派咗好多錢俾美國人。大家可以想象美國消費者嘅錢加埋一齊，係一個叫做消費者嘅水桶。美國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亦都唔中意儲蓄，中意將手上嘅錢去買嘢。呢一個消費者嘅水桶嘅水多到滿瀉，消費者水桶嘅水自然流到去一個叫做消費品嘅水桶。加上俄烏戰爭、中美貿易戰等等，導致物價不斷上漲，令到 CPI 上升到 7%。美國聯儲局意識到消費品水桶可能會爆煲，形成惡性通脹。聯儲局決定連續加息。2022年加息週期開始，利息增加，啲人更加願意將啲錢放到去銀行或者國債收息。消費者水桶嘅水就流到去銀行嘅水桶。
市場上面流通嘅錢變少，而且借貸成本增加，消費者會推遲買車買樓，對商品嘅需求減少，所以消費品水桶嘅水增速減慢， CPI 由最高嘅 9.1% 慢慢回落。同時響加息週期，本地消費者嘅水桶加上海外投資者水桶嘅水紛紛流到去美國銀行嘅水桶，銀行水桶太多嘅水又會流到去第二個地方，部分嘅水流向實體經濟，而更加多嘅水流向投資者嘅水桶，再到美國股市嘅水桶，令到美國股市水漲船高。由於利率增加，而且消費者嘅需求減少，消費品水桶嘅水隨之而減少，部分企業難以經營，導致實體企業水桶嘅水亦都減少，企業倒閉或者養唔到咁多員工而裁員，所以失業率上升。所以加息係一把兩面刃，可以控制通脹，但係亦都同時會打擊實體經濟，令到失業率上升。失業率如果持續上漲，好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美聯儲唔可以唔減息。三、香港嘅情況，不料再以香港嘅情況做例子，大家可以睇下銀行體系結餘嘅歷史數據。2019年4月到2020年4月大約係540億，不料就叫佢做香港銀行水桶。當時香港受疫情嘅影響比較細，同時美國貨幣無限量化寬鬆，各個國家投資者水桶嘅水紛紛流到去香港銀行水桶。到2021年，香港銀行水桶嘅水已經升到去4500億左右。大家仲記唔記得2020年3月香港股市由2萬點左右升到去2021年初嘅3萬點左右，300蚊嘅阿里，400蚊嘅美團，700幾蚊嘅騰訊，仲有冇印象呢？資金流入香港係令到當時股市上升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香港銀行嘅水桶滿咗，借錢嘅成本低，而其他資產回報較高，水就會流到去股市嘅水桶或者樓市嘅水桶，導致價格上升。資金流入香港對股市或者樓市都有正面嘅影響。直到2022年，美國預計開始加息，香港亦都跟住加息，香港銀行水桶嘅水開始減少，由4500億跌到去2023年初嘅900億，再到2023年中以後嘅450億左右。股市一潭死水，香港嘅股市樓市一落千丈，香港股市水桶同埋香港樓市水桶嘅水都流走咗。咁流咗去邊度呢？大家最常聽到嘅係啲乜嘢？去買美股，去做定期，去買美債之類。因為美國高息，香港投資者水桶嘅水流到去美國銀行嘅水桶，加上地緣政治因素同埋其他因素，仲有2022年之後嘅移民潮，香港中產套現，連人帶水桶走到去美國、澳洲、加拿大，向佢哋移民之後，更加願意投資向當地嘅房地產同埋美國股市，而唔係香港。另外，內房出現重大嘅問題，內地人將錢搬翻去國內嘅水桶救亡等等。原本香港水桶有滿到瀉嘅水，被突然大量抽走，去到唔同地方嘅水桶，令到銀行水桶同埋整個香港水桶嘅水都少咗。多個因素令到香港嘅股市同埋樓市嘅價格雙雙大跌。希望以上兩個美國同埋香港嘅例子，能夠令到大家明白，不料係點樣用水箱理論思考經濟同埋投資。第四部分，減息對樓市、股市、金市等嘅影響。重申，呢個只係教大家思考分析，以下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不料今集所講嘅分析或者方法都唔一定正確，大家要自行判斷啦。美國減息會點樣影響香港嘅資金流向？美國減息，資金就會由美國水桶流向國際市場嘅水桶。同時美元匯價下跌，由於港元同埋美元掛鈎，所以港元對其他貨幣亦都會下跌。有少部分嘅資金亦都會重流香港嘅水桶。港元下跌，有利出口同埋旅遊等等。一、減息對樓市有啲咩影響？有啲 KOL 話樓市會因為減息而上升，有啲就話會繼續下跌。不料點樣睇呢？首先必須提出，息率只係影響股市、樓市、金市、匯市嘅其中一個因素，有好多其他嘅因素，例如地緣政治。比如突發嘅一場戰爭，或者中美關係惡化等等，不料亦都會重新考慮對資金流向同埋投資嘅影響。如果套用金錢流動模型，不料會問，減息會導致咩資金流入或者流出樓市呢？買樓嘅有自住買家同埋投資者，自住買家會比較供樓同埋租樓邊一個着數，相信有部分覺得租貴過供嘅人會考慮入市。而投資者主要睇回報，比如租樓嘅回報比起定期存款或者美國國債嘅回報係點樣呢？例如中小型嘅單位，扣除裝修、地租、差餉、管理費等等嘅雜費之後，租金嘅回報只有2.8厘嘅話，而減息之後定期存款仍然有3.3到3.5厘，租樓俾人仲要處理麻煩嘅租務問題同埋風險，
諗一諗，咁點解投資者唔簡單放定存而去買樓收租呢？所以今次一次嘅減息對投資者嘅誘因其實唔大，但係未來如果持續減息，租金回報比定期存款或者比其他同類風險嘅產品回報高嘅話，投資者水桶嘅水先至會重投香港樓市水桶。除咗考慮流入嘅水，我哋亦都要考慮流出嘅水，即係仲要考慮賣樓者，包括地產商同埋二手買家對減息嘅取態。不料冇留意太多地產新聞，如果佢哋保持現時賣樓嘅速度，咁係好事。但係如果未來地產商借減息呢個好消息，反而加大推盤嘅力度，急於套現，係反常嘅，係不利嘅，即係俗語講嘅趁好消息出貨，未來就繼續睇淡啦。另外，假如利率翻返去2021年嘅低位，樓價係咪就可以翻返去2021年嘅高位呢？不料認為係唔會嘅。移民潮嘅中產已經連人帶水桶去咗外國啦，嗰一啲資金好難會翻返嚟香港。同樣，因為地緣政治而離開嘅外國投資水桶，或者要翻返去內地救內房嘅水桶嘅水，亦都未必咁容易翻返嚟。因為總體嘅資金量細咗，所以即使大幅減息，樓價亦都唔會大漲翻去2021年嘅高位。小總結，不料認為減息雖然對樓市有利，但係從唔同嘅人或者地方嘅水桶去諗，流入樓市嘅資金仍然有限，可能要直到扣除雜費嘅租務回報接近定存嘅回報，例如定存減息到2.5到2.8厘，有投資者新資金嘅流入，樓價先至能夠止跌。二、減息對美國同埋香港股市有啲咩影響？對於美股，初期因為減息效應，美國國債水桶嘅水會流向美國股市嘅水桶，令到股市上升。另外，同時因為利差減少，有部分嘅水會流翻去各國嘅本土，例如日本。不料認為，除非減息令到實體經濟追得上股市嘅增速，否則隨住美國未來1-2年繼續減息，美元變弱，資金會持續流出美國，中長期嘅資金減少，好大可能會令到美國股市減弱，升勢減慢，牛皮然後轉跌。咁港股呢？不料第一部分講過，減息對本港嘅股市有利，好直觀。以不料自己為例，呢2年一直將大部分嘅資金放喺銀行定存，利息減少，我會考慮將部分嘅資金由定存放到去較高風險但回報較高嘅香港股票。我相信有部分嘅投資者亦都同不料嘅諗法一樣，所以未來香港股票嘅水桶會有資金流入係好自然嘅事。但係記住，佢唔會好似無限量化寬鬆時候嘅大水漫灌，係緩慢嘅。至於有咩股票比較有利？直觀咁諗，減息對負債高嘅企業有利，例如新世界發展。由不料寫完稿都仲未講得及錄音，響減息之後已經由6個半升到去8蚊水平啦。不過中長線，對於要低風險穩陣嘅投資者，佢哋更可能會考慮將部分嘅資金轉去較高息嘅收息股或者公用股等等。按過往幾年嘅經驗，越低息，市場越多游資，對低息嘅新經濟股，例如科技股有利。不料嘅推演係，初期嘅資金會流入較高息嘅舊經濟股，到後期科技股上升，隨住往後減息，資金會流入較低息嘅新經濟股。今朝起身未錄音嘅時候，不料聽到新聞講，人民銀行降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調低國內第二套房首付由25% 降到15%，感覺主要係為咗救內房，即係除咗美國減息，另外有一個中國銀行大水桶嘅大水又要湧出嚟啦。流去邊度呢？大家如果及時諗到嘅話，咁就係一個機會。不料今朝開市嘅時候，亦都買咗一啲中資穩陣嘅股票試水溫，到中午已經比我買入嘅價錢升咗接近4%。不料想帶出嘅係，明白資金嘅流向對中線投資有極大嘅幫助。正所謂站響風口上面，豬都會飛。三、減息對金市有啲咩影響？本身各個國家不斷印銀紙，黃金長期上升係必然嘅。相對嚟睇，唔係黃金升值，而係貨幣貶值咗。如果以金錢流動模型嚟睇，減息會令美國國債嘅吸引力減少，部分嘅資金就會流咗入去黃金，對黃金係利好嘅。而越低息嘅環境，對黃金越有利。希望不料今集嘅分享能夠為大家建構自己嘅投資思維模型提供一個方向。感謝你睇到最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唔想錯過 N+TV 未來精彩有用嘅影片，請記住訂閱、訂閱、訂閱。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全部精彩。今集就到呢一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